补充保费引起大家的瞩目哈，说呢现在呢要把它不是一笔笔算，一年整个加在一起算，因为很多人化整为零嘛，一笔，所以每个都没有到他那个标准，现在把它加在一起，说会影响到480万人，这很多人呐，你扣掉那个小孩啊等等，480万人几乎占整个这个有收入啊等等这些人，差不多1/3、1/4了那所以呢，他现在预备改。针对利息然后呢，租金、股利等等呢，这个改采年度结算，所以你只要加起来超过2万，就要交补充保费所以影响的大概有480万人。说这样做呢，可以让健保收入增加100到200亿。另外呢，奖金苛征门槛也下跌往下收那现在是用薪资的4倍。你的奖金如果是你薪水的4倍，你就要交补充保费。现在呢，管你的薪水只要超过118000，就需要缴保费了。所以大概会影响200万人，会替健保收入增加70到80亿然后呢，这个上限，这个原来是单笔超过1000万要扣补充保费就是说这个超过1000万免扣了，就是最多扣到1000万了。将来是一下提高5倍到5000万。不管你付什么钱，有些人的金额比较大的，现在是超过1000万，扣到1000万就很多了嘛，2%多就是20几万了嘛，1000万扣到20几万可以了啦，现在不行，要5000万，要扣到你100万才算所以呢，这个说影响人比较少，1000人，因为那么大笔的交易不多了，大概可以多收6亿那所以呢，股票资产说你有50万，一年就可能超过了那所以呢，网络上很生气，说政府现在是割小资阶级，逼资金出走。那我不在台湾买股票可不可以呢？我到国外去买可不可以呢？那所以呢，将来不管利息、股利、租金累计超过2万，就要收2.1%的补充保费所以你拆单化整为零已经不行了所以呢，这个小新竹寿新竹说，我好不容易存点钱去定存利息才1.7%，然后呢，累积的2万%利息还被拿走2.1%所以网络上就不爽那所以一个人说句插话就能够开征费用吗？我已经交了所得税，不是没交还要再交这个所以呢，有专家说，也许散户呢会转投美股或加密货币，就不要在这边买股票了等等不过呢，卫福部的官员是说呢，变数还很大了，而且这样还要给立法委员去审议了会怎么样还不一定了，我们看一下。健保补充保费最新改革，除了冲击投资族和房东，就担心会否也影响兼职。如果它的年制是用2万这样计算的话，以现在平台的计算方式，对于外送员来说，这样子计算的保费会增加。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在这个部分是比较清楚的，必须要有清楚的架构，并且考量到外送员比较特殊的职业特性。2代健保的话，对于其实跟计算周期有关系。可是如果是每半个月计算一次，可能就会单笔就会超过，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另外还有针对高额奖金者，现行定义是薪水的4倍，现在倾向统一调整为最低薪资。以公告的明年最低薪资为29500元为例，扣除门槛会移至为118000元，影响约200万人，增加健保费用70到80亿元。那你的奖金比较高一点，你从里面只要拿出一点点2.11%，就是100块钱，只要拿出2块钱出来，其实本身来讲，你也是在帮助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弱势的人。那影响的人会不会变成反而是影响了相对的中产阶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走向的话，比较容易招致比较大的民怨。那我们希望政府在设算的时候可以提供更透明、更完整的资料。与此同时，最有争议的自然是股民的心声，有声音担心长期投资者面临加税，短期当冲交易者却可以享有交易税优惠。健保补充保费改革争议，就看卫福部如何政策沟通。所以未来我们的工作人口是减少的，会让他们的压力越来越重。这很多也都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那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资产的来源是来自于资本利得的部分，也就是投资所得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正视这个财务的公平性，不太认为会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多大。我想这个是寻求健保的财务能够永续。那么，毕竟这个是台湾人最大的资产，没有正式的聊过了
那但是当然也有请教过很多的财务的专家是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求，希望健保的财务也能够有一些改革，而不是按照我们第一代还有这个补充保费当时候的设计上的这个结构来因应未来的需求。讲到这个健保的财务，真的是一个很沉重哈。从我20几年前在立法院的时候，那时候就预估健保要破产啊。讲到今天哦，财务负担越来越重。跟大家讲一下，预估今年的健保的支出哦，大概已经9200多亿了哦。那所以预估2年内我们的健保支出大概破兆，破兆是预期啊。那去年我们的保费收入哦，大概也才7500亿。那去年的健保支出就已经有8700亿，所以保费收入跟这个健保支出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保费在挹注健保财源，我们包括赝品的福利捐，包括我们买彩券的盈余分配，还有现在过去开征的叫做这个附加保费，都是在这个挹注健保的财源。可是还是不够，这个破口还是一直在增大。当然，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年化越来越严重之外哦，健保的药价黑洞也好，或者是有没有福报烂报，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也没有透明的告诉我们怎么处理哦。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希望去做一个健保的改革，可是没有人敢动，为什么？选票，而且台湾民众已经太习惯去享受健保这种低价而且广泛的这种医疗服务了，所以你要去改变大家对于说，我以后小病不保哦，小病要自费，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感啊，所以才说可能2年之内我们的健保支出就会破兆了。那破兆以后，你只靠补充保费吗？我觉得也不够哦。那现在抛出了新的补充保费的这个变革是怎么样呢？现在我们都是单笔啊，假设你单笔的利息超过一定的金额，单笔扣，那很多定存族就拆单啊，他只要说一笔的定存金额不要太大啊，譬如说50万，那每一笔的1年下来的利息就不会超过那个要扣补充保费。有一些长辈哦，他就是靠定存的利息在过活的。对于说65岁以上，他已经没有主动收入了，他只剩下被动收入，这一点你说当然是两难啊。我们的健保要不要让他倒？当然不能让他倒啊。可是你收取这一些补充保费的来源跟方式到底对不对？还是说直接去改健保的公式？可是改健保公式又会得罪谁？雇主，因为雇主的负担就会变大了，选票嘛，金主都得罪了。得罪谁？劳工朋友，因为他的负担比例也大了，也是得罪选票。所以到最后，民进党还是选择对少数的人开刀。对，其实你可以看，我刚刚淑慧姐讲了这么多，现在现有制度上的问题，其实大家应该要去好好深思健保制度现在目前的漏洞，以及我们现在医疗资源的浪费，这才是实质上我们现在健保快要崩盘很大的原因。那其实我必须说，这个卫福部它在拔草测风向的状态之下，你知道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我们必须说中产阶级的薪水你完全没有涨，但是政府却一直不断的合法在人民身上收刮，这个时候会变成什么？我必须说，我们很多地方的群组他们说什么？我薪水没有涨，我自己理财赚点零用钱，还要被政府盯上。我的一只牛要扒几层皮，政府才可以满意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不禁让人家去怀疑我们的国防预算它是每年是用跳跃式的成长，那是不是他要不得不的想尽办法从人民身上不断的合法去收刮这一些不足的国防预算？这是让人家很担心的事啊！那同时间大家可以看你搞健保补充的费用，我当然上涨，我觉得目的是良善，也是多益善。如果他们是希望透过高收入的族群来去补足一些不足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但是你的机制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过往大家才会用拆单的方式，让自己有一些被动收入可以补足我们现在薪资不涨，然后我们物价齐涨的状态之下，可以让自己至少过一点好生活。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你一直不断的往下征税，然后你劫富济贫，那现在台湾的经济状况又这么的动荡不安，请问一下政府，你们要用这样子拔草测风向，让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安身立命吗？我觉得这是赖政府你们要好好去思考的。你不要这一手让大家普发1万，另外一手跟人家多收12000，
那这是何苦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整个健保的制度漏洞在哪里，赶快补洞。医疗浪费的资源不要再这样浪费了。好，今天这个行政院会的会后记者会，其实有问到这题的时候，直接讲了哈，就是不会为难小资主，因为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其实像大家讲的，我觉得都很合理的哈。实际上，真正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社会保险制度的时候，你还是要思考到底是使用者付费，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福利制度好来做处理。我觉得在这些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要去把这些钱做这从人民的身上再找到新的羊毛，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快的。有人说这是拔草生风向，我觉得也没错哈。但一样，在现场我们有立法委员了哈。说实在，这个国家所有的收入还是要透过立法院的审议来通过。那我想，如果说委员们不同意的话，这个到最后还是只是成为就是属会议员讲的，我们这个健保的黑洞是不是有人能够去承担，能够去解决？老百姓自己开始做起，这是一部分而已了哈。但我觉得最后使用者付费这件事情还是不得不去考量，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接下来再回来。好，李进勇原来是中选会的主委啦，那原来是民进党籍的，但是因为中选会呢，主委呢要这个跳出党派，所以呢就这个暂时不算是民进党籍了，这是暂时的这个怎么讲，就是等于是变成无党籍了，这样说了哈。那但是呢，隔天就火速又变成民进党籍了，当然蓝营就会讲说，那你说原来当中选会主委，那无党不是假的吗？对不对？之前也是民进党，之后也是民进党，就当时不是民进党，那你行事作风啊、怎么主张啊什么，对不对？你真的是无党吗？那李进勇说，我不是我申请的，是自动回复党籍啊，我没有特别去申请啊，我已经不当中选会主委了，所以根据法规就自动恢复啊，这是正常的程序啊，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发言人吴峥也说，他是依规定自动恢复党籍啊。他当时呢是注销了党籍啊，就是等于是没有无党了啊。那民进党钟嘉宾说，证明民进党从政者尊重独立超人的规定啊。那王宏威就说，怎么尊重独立超人？人家张博雅。对不对？当时也做过这个卫生组长，也做过很多大官了啊，也做过中选会主委，都是用无党籍嘛，就是无党就无党了嘛，对吧？你既然当了卸任以后还是无党，不是至少也比较好看嘛？干嘛那么急呢？然后另外呢，这个中选会现在只剩下4个人，要5个人才能开会，所以中选会不能开会。那卓荣泰院长说呢，月底会提交名单让立法院来审查。我们看一下。无助于掩饰你们的组织性的犯罪。不时与蓝营立委唇枪舌战，在中选会主委任内，李进勇中立性频遭蓝营批判。如今原为无党之身的他，在11月3号卸任之后，旋即于隔天恢复民进党籍，再度招来质疑。光速的立刻恢复党籍，李进勇他在执行中选会主委的任务的时候，是真的超越党派吗？看起来他对民进党是非常非常的忠诚啊。不过，民党也颁出党员管理办法第7条，解释党员担任所属机关的政务职务期间，暂予办理党籍注销，等到不再担任职务后，给予恢复党籍。当他卸下这样的身份以后，就会自动的来恢复。穿着附会的想法，那其实是一些误解。但其实，在李进勇等6位中选会委员届满前，依惯例，行政院应于3个月前，也就是8月初提名新任委员，现在开始赶进度。主委说，这个月是最后底线，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月当中，无论如何会把人选给补齐。那希望大家能够行使同意。政治攻防在所难免，毕竟这执掌的将是全国选务大权。来，香龙怎么看？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健保，虽然那只是补充保费的问题，不过我们更前面在讨论曼达尼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曼达尼的主张？曼达尼的主张呢，在台湾呢几乎都落实，而所有落实这些主张的，不管是呢对弱势者的能源补贴，不管是呢免费的医疗，
以及呢，就是呢更普及化的，就是说呢公费的教育。我一直觉得国民党应该要认真想想，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属性的政党。曼达尼的这样子一个左派的主张，全民健保呢是国民党做的，9年国教12年国教是国民党做的，不管是从蒋介石、蒋经国的时代，或者是连战做12年国教，今天有没有人记得那个是国民党的核心的信念？国民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左翼的政党，甚至于呢对弱势者的能源补贴，你看到曼达尼今天呢呼风唤雨，很短的时间内几个月的时间呢，号召了他在所有的投票的年龄层呢，除了最高龄的那一段呢，他稍微输一点点以外，其他的他全部都大胜啊！基本上面能够让年轻人感动，国民党是有这能力的。可是你会不会讲？你知不知道今天呢，曼达尼在诉求的东西的，就是说呢，民主左派的理想是国民党在台湾落实了。所以今天呢，刚在讲的就是说补充保费，我认为那都是呢技术性的问题，两个党之间呢不需要呢在政党的立场去讨论，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呢解决，因为这对台湾来讲是当下呢台湾老百姓能够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至于呢，刚刚讲的就是，你今天看到李进勇，我觉得不管蓝的或者是绿的，你去酸他干什么？你可以侮辱到他的肉体，你能够侮辱得了他的灵魂吗？他的灵魂就是绿的。那当他的灵魂呢是绿的时候，有没有党籍有差别嘛？无党籍在过去呢，我们认识的不是只有张博雅、黄石诚。这些呢，不都是呢一辈子都无党籍啊？今天呢，他帮蓝的做事，帮绿的做事。你仔细想想看，有哪一个他帮绿的做事呢？蓝的去质疑他，帮蓝的做事呢？绿的质疑他没有。他们也跟蓝的合作，也跟绿的合作。基本上面在一个需要超党派的位置上面来讲，他们就可以取得相对平衡的信任。至于李进勇，没有错，今天就算呢他卸下了中选会主委，马上恢复党籍，你去酸他干什么呢？我说他之前只是出卖他的肉体，你难道相信他出卖他的灵魂吗？他的灵魂，他的绿色的贞操是没有变的。我觉得今天他有没有那个党籍，就算他不恢复，你难道就认为说他不绿吗？不会，我相信呢李进勇的绿色贞操，所以今天也不需要出来为他辩解，说是谁恢复的。你恢复李进勇也不会拒绝啊，你不恢复了会影响到李进勇是绿的吗？所以我说今天当了中选会的主委的无党籍，在李进勇之后，大家开始装模作样的辞掉呢，就是说去掉了一个党籍的身份，一结束了之后马上再恢复。其实他已经告诉你中选会呢，它其实就只是个道具而已。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就算他今天不恢复党籍，你难道认为李进勇在当中选会主委任内的这些的所有的作为，你就不会从个党派的角度去质疑他了吗？海轩。是啊，我觉得香龙说的是这个样子，没错啊。因为我后来看到这个最近就这1-2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疑问句需要有疑问句嘛？答案就是这个样子啊，不演了，是啊，他不演了啊。你说他假中立，是啊，他本来就假中立啊。而且你说这个讲到张博雅，坦白讲，张博雅跟黄成当时本来就是无党籍，他们一路就是无党籍。你更不用讲说张博雅的妈妈在嘉义市所谓的这个妈祖婆就是无党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应该倒回去讲说，那个时候的一些台湾的独立的委员会型的机构，它讲究独立的，讲究超然的，讲究客观的，它是真的试图去找一些社会贤达，真的试图去找一些超越党派的人，而不是找一个党派中人啊，请他脱掉外衣，假装是无党籍，然后就来扮演一下这个角色，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现在的话呢，对于民进党来说，他就是找一些民进党明明就是呢绿到出汁的人，那请他暂时的这个放下了民进党的这个招牌，然后说啊，假装他是一个无党籍，那大家就说要去相信他是无党籍吗？是他所作所为也都不无党籍啊。所以现在只不过说他回到了他的本来的面目，他脱掉了外衣，现在把它重新穿上去了而已。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我想当然啦，我觉得对在野党来说，对国民党来说，只是要确认说真的，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回到国民党，就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些信念应该更有自信一些。对于民进党他自己做的一些，真的是我觉得玷污了台湾的民主，一路走向来，其实好不容易会花费了20-30年，一路走到现在，其实民进党真的很多是走倒退走的。那事实上这件事是事实，当大家去指控他、去批评他的时候，民进党他一定会否认，但是他否认不代表说批评他的人就说的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
现在的国民党，我觉得现在开始有一点，就是说开始有点底气了啦。我觉得可能跟郑丽文讲得很大声、很振振有词、很慷慨激昂，我觉得也有关系。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对于民进党来说，它面临了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比方说我们刚刚在讲健保，其实我这几天在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在讲新闻，我就突然之间感觉到啊，好不容易最近突然之间出现很多民生话题，非洲猪瘟民生话题，那你的厨余怎么办？你到底民进党要不要去处理？民进党政府处理了没？当初你说要禁厨余，你真的禁了吗？那你说好，那禁了以后，那你说厨余怎么处理？那怎么处理？对啊，你要想这个问题啊，你不能够只责怪这个台中市政府啊。台中市政府是延误了一些，是他的通报确实是慢了一些，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这个任何的责任吗？好，你说这个蓝白现在决定了这个相关的公教的这个所得的替代率不要再继续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事情啊。这些公教他们。这些人的退休难道没有劳保的退休来得值得被重视吗？他目前为止的所得替代率已经砍掉剩下66%，几乎他的退休金打了6折了。那这些人的老后不需要被照顾吗？像这个话题，实际上对民进党来说，他也从来不在乎的，他只在乎他的选票，他的选票来自于劳工阶层来得多，所以他就不管这个军公教阶层。那另外的包括像是我们刚刚讲核1、核2、核3，终于目前呢台电。他提出了一个专业的报告，这报告说他认为核2、核3有重启的条件，然后呢10月就已经送出去了，经济部都不讲的。我后来发现，原来这个媒体报道之后，经济部才啊，对，他送来了，但是我们还要看核安会，目前呢到底觉得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说，像这些事情，比如我们谈 AI， 我们谈这个南韩已经呢在这个黄仁勋的支持底下，他们要成为一个印太的 AI 的首都。我心里想说，印太的 AI 首真要，那也是应该台湾才是啊，不是吗？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台湾，你什么资格去作为一个首都？你技术的层次够高，但是你要人没人，要电没电，要水没水，要土地没土地，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用解决吗？就好不容易这段时间进入到了一些当蓝绿7手合作，打算去谈民生的重要的经济的话题的时候。到底民进党还要去跟大家拘泥在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事情吗？拘泥在这个李进勇到底脱不脱外衣的事情吗？叶律师，我觉得中选会主委的政党中立化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谈的。好，马英九任内任用了4位中选会主委，好，赖浩明他是法律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有任何的党派色彩。好，那张博雅就不用讲了。好，还有一位刘义洲刘教授也没有任何的党派色彩。那张博雅后来又回任了，哈。那相对来讲，民进党任用的这几位有没有政党色彩，大家其实看得非常清楚。那李进勇担任中选会主委任内，我们看到3个比较大的事情啦。基隆罢免案的时候，他其实是特别中选会派人到基隆市选委会去禁止他们去针对罢免案的联署进行查核。他说你不准查，他说你查的话就是违法。那以前在韩国瑜的时候，这个他们其实就在说，你这一大堆这个都有问题哈。那就比在黄捷案的时候，就说你这些联署都有问题，把很多有问题的罢免联署通通排除掉了，说你罢免不过。到了这个基隆这个谢国良案子的时候，说你根本不准查，他这个就是这样。好，那大罢免的时候，他也说禁止宣传啊。好，然后这个时候说，甚至你只要鼓励去投票，可能都有问题。那另外呢，在立法院通过了这个要进行反废死公投，中选会是没有审核权的。李进勇说：“我就是审核，你不准投。”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影响到我们选举基本的公正性嘛。那民进党他如果可以一直任命民进党的人来担中选会主委，然后事实上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又完全不中立，那我们的选举权跟罢免权不是等于被民进党玩的吗？好，所以这件事情不能船过水无痕哦，必须要在未来中选会主委的任命跟同意权的行使上，必须要留下记录，不能允许民进党让这些民进党人脱去民进党的外衣以后，就以无党籍的身份来担任这个主委，我觉得这绝对是不行的。继续讲回来，我觉得。